你不是不想被理解，而是你已经不再期待被理解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男人越长大，越把真正的崩溃留到夜里？不是吵架的当下，不是委屈的时候，不是被误解那一刻，而是在一切结束之后，在所有人都睡了之后，你才允许自己松一口气，然后默默沉下去。你白天表现得像没事儿一样，像刀枪不入，像稳定的化身，可是到了夜里，你整个人安静下来，反而撑不住了。那种反差你自己最清楚。没有人逼你，可你就是累，累的不是身体，是心，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那种一直独自对抗生活的感觉。最讽刺的是，你是不是经历过这种时刻？车停在楼下，你到家了，却不想打开车门。那一刻，车里很暗，路灯从挡风玻璃扫过去，你的侧脸像一张你自己不认识的脸。音乐放着，手机亮着，你盯着方向盘发呆。时间就这样过去20分钟、40分钟、1个小时。你对自己说：“我再缓一下。”可是这缓一下，别人永远不会知道它背后的重量。那种重量叫什么？叫无人分担。你知道更残忍的是什么吗？你不是怕累，你是怕自己倒下以后，根本没有人能替你撑住那个位置，所以你宁可在车里崩溃，也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失态。这不是逞强，这是现实。男人从很早就被训练出一种本能，不能让别人失望。当你回到房间，灯只开一盏，光线昏黄，落地窗外的城市灯火和你没关系。你躺着、坐着、蜷着、发呆着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你问过自己吗？为什么你宁可心里翻江倒海，也不愿意开口求助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你怕麻烦，你怕被轻视，你怕被误解，你怕表现脆弱之后再也回不到那个稳定你。更深一层是，你怕说出来比忍下去更痛，因为你见过太多时候，男人的情绪一旦表达，换来的不是拥抱，而是质疑、比较、指责，甚至是无效的安慰。于是你宁愿闭嘴，闭嘴久了，连怎么开口都忘记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让你崩溃的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没有一个你可以依靠的人。接着，你站在阳台，风吹过来很凉，可你不动。你看着夜色看了很久，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。你只是需要一个呼吸的出口，一个不被打扰的缝隙，一个让心安静下来的理由。在这一刻，你不是丈夫，不是儿子，不是朋友，不是同事，不是谁的依靠，你只是你，一个撑了很久的人，一个把情绪藏得很深的人，一个想休息却不敢倒下的人。你是不是也偶尔会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连脆弱都不敢了？因为男人的情绪一旦在错误的时间爆发，就会变成麻烦、问题、不成熟。于是你只好把委屈安排在深夜，把崩溃留给自己，把眼泪换成沉默。可我知道，那不是没事儿，那是无人理解的疲惫。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相：男人最深的疲惫，从来不是压力太大，而是没有出口。你不是不会说，而是不知道说给谁听；你不是不能哭，而是不敢在别人面前哭；你不是没人懂，而是你习惯了不被别人懂。你知道"自我消化"这4个字有多残酷吗？每一个自我消化的瞬间，其实都在消耗你的心、你的力气、你的柔软、你的期待。可你就算这样，仍然咬着牙扛住了所有。你甚至连垮掉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你心里清楚，你可以倒，但生活不会等你。你可以累，
但责任不会减少，所以你继续硬撑，继续忍，撑到最后，连你自己都忘了，你其实也只是个普通人。但我想告诉你，你有情绪，并不丢脸。你想被依靠，也并不自私。你渴望被理解，更不是矫情。你不是天生就该扛住的人，你只是因为经历太多失望，才学会了沉默；因为看清了现实，才学会了体面；因为怕给别人添麻烦，才学会了一个人熬。可是你仍然值得被爱，不是因为你坚强可靠、有责任，而是因为你也是一个会难过、会受伤、会心软、会撑不住的人。你的情绪应该被接住，而不是被忽略；你的委屈应该被听见，而不是被评价；你的夜晚应该被拥抱，而不是被一个人熬过去。所以，如果今晚你又经历那种车里的沉默、房间的空白、阳台的风，请记得，你可以稍微放自己一马，你可以允许自己停一停、缓一缓、松一口气。你不需要每一天都赢，也不需要永远都清醒理智。你只要记住一句话：你不是孤军奋战，你不是没人理解，你不是只能被依靠。同样，你也值得被依靠、被心疼、被拥抱。当你愿意，你再继续向前走，慢一点也没关系。生活不是非得硬扛到底，温柔也可以是一种盔甲。而你无论经历过什么，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依然值得被爱。晚安，去睡吧。今天的你已经很了不起了。